陛下，前线传来战报，边境数座城池倒戈，定是江羽死前谋划许久，对我大晋从城池内部侵蚀。好一个江羽！我们的边境现在还有多少兵马可用？唯有臣执掌的青南城，以及唐时将军执掌的均县城尚有兵力。陛下，边境防御已然岌岌可危，臣自请回西北，请陛下恩准。不行，倘若北秦此时出兵的话，你一个人实在是孤掌难鸣。臣是大晋的将军，将军的天命就是护国护民。好，朕允准你的请求。臣叩谢陛下。阿宁，你不仅仅是西北的将军，你还是朕的女儿。臣走了之后，也请陛下要保重龙体。撤！安宁，哥哥，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本来想给你带些折云膏，但时间太紧了，来不及买。等过几天，我托人给你送过去。我又不是3岁小孩子了，而且这些东西，冷北都背下了。安宁，去到西北，一定要保护。小姐已经没有留在这里的理由了。
那你呢？你也没有吗？哦，渊洁，你看，我现在有了进宫令牌。你不是一直想看御禁馆收藏的大漠孤烟图吗？里边还有太祖编撰的孤本、失传的棋谱，我知道你都喜欢，我们可以一起去看的。那小姐怎么办？安乐姐，她不会阻止你留下的。她多年来韬光养晦，从未有一天是为自己活着的。而我唯一能做的，就是陪在她身边。殿下，紫渊也要走了。从今往后，你我之间再无交集，你也不必再为我费神了。我还是大靖储君，往后日理万机，自然无暇牵挂旁人。如此，那我便更心安了。子渊，等静南的长丝花开了，你会写信告诉我吗？不会。殿下说过不会再为紫渊伤神，紫渊亦是。君子意，温如玉，今宵与我魂梦头，共尽天地苍生。似碎是为面具，看破隐没轨迹。故园秋风吹痛我眼底。夜深路中，休将昨日再提起。苑琴，我们该走了。借我3000光阴，我离岁月无情。一旧梦，多谢文公子特地相送。山高水长，就此别过吧。韵洁，一切都结束了。然而，就算我不愿意承认，我这些年的人生里，最肆意开心的时间，竟是从靖南来京的那一年。太子殿下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太子殿下，我今天特别的开心，因为你明明有机会可以逃跑的，但是你却留下来照顾了我的小百姓。太子殿下喝了我的酒，可就是我的人了。然了，我认识你，你和紫渊一样，都不会违背自己的心意活着。已有数座城池被北秦控制，一旦北秦发起突袭，攻破青南山，便可知道我大晋腹地。将军，经属下查探，所有失守城池的将领，或被暗杀，或被策反。若无详细的军中名单和地图，北秦军定难以做到。必然是以左相为首的北秦细作混入了我军中，窃取了军机情报。可恨北秦人狼子野心！你立即去查所有人的身份与来历，尤其是今年的新晋士兵，绝不能放过这些细作。是，我军中人员的详细信息已大半记录在册，属下定会速清查。为防万一，我们从京城带回的人，
也不能放过。是，快去吧。将军，您一路风尘仆仆，要不要先歇息，再看军报？北秦蓄谋已久，两国大战一触即发。此时不但不能歇息，还要加倍打起精神。大人，太子殿下来了。骆明熙啊，骆明熙，我与你相识这么多年，也没见你带我来这别致的栖身之地。这是臣起居的地方，为何要带殿下来啊？别人来的，为何我来不得？你若是像琳琅一般貌美，又会服侍人，那你可以天天来。你也知道，我说的别人不是琳琅。你和他就是在这里谋划的一切啊？是啊。他到哪儿了？只要离开了京城，到哪儿不都一样吗？你嘴上说不在乎，但却对着陈年旧物在这睹物思人，你还真是口是心非啊！我何时对你口是心非？倒是你，骆明熙，这些年来你瞒我不少。我知道，你这10年来所做之事，都是为了给帝家正名。但我要感激你，感激你这些年来帮我不少，更是要感激你竭尽全力护住了紫园。太子殿下为紫园做的事，也着实打了我个措手不及啊！来，敬殿下，凭着一腔孤勇救帝家遗孤于水火，实属不易。骆明熙，你可曾记得许多年前你我下的那盘棋？这枚白棋原本不在这里，不知是谁的袖子碰到了，错了位置。明明是黑棋错了子，是白棋。白棋就白棋，就算棋盘乱了，也还是我胜。棋盘一乱，此局就要作废。何必守着原先的棋局？殿下自有学习帝王之术，难道不懂得权衡和变通吗？骆明熙，你说话从来这么不客气吗？哼。好了，一枚棋子错了便错了，争论又有何意？再来一局可好？不。即便我是太子，你也不肯退让我分毫，从小到大皆是如此。我就这性子，以前不会改变，以后也不会变。韩爷，微硕的事儿我没告诉紫园。我知道，你既然能够查出左相是北秦细作，自然也能够查出那日我是因何事被他逼到极致。既然紫园没有在我面前提起过任何，那想必你也没有告诉他，他的亲弟弟帝俊言，如今依然活在这个世上。你为他付出了这么多，你都没说，我又何必替你出风头呢？
不过，我觉得帝京岩的事他有权知晓。我还没想好该如何告诉他。更何况，帝京岩比起帝子元更加是欺君之罪。是啊，虽然他走了，但是京城依旧暗潮汹涌，从来都未曾变过。这如今，更是北秦犯边，大京正处于内忧外患之时。哎，快告诉我，江银在哪里？将军，将军，白征求见。进来吧。何事？哦，我方才想起刚才的名单上有所遗漏，即刻将人民补齐送上来。你先备着。不过，将军突管劳累，需要休息。若是需要，自会命我去取。可此事紧急，将军不紧急，将军自有定夺。是。大火前，莫双有意支走了身边的奴仆，独自留在了房中。那就说明我们分析的没错，这四方馆大火确有蹊跷。我猜，8成这莫双公主根本就没死。大人，太子殿下，竟南来信。若我没猜错，是子元执意要上战场吧？如今西北形势告急，安宁孤军奋战。若是他能置身事外，他就不是帝子元了。琳琅，马上备车，我要进宫。是。我同你一起。好。没用的，附近的人都被我遣走了。这迷香一旦起效，你就不会有起身的力气。冷北，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。这里气候寒冷干燥，我在集市上买了桂花发油，你记得梳洗之后涂在你的发梢上。你欺骗我，利用我，现在何必在这里惺惺作态？利用你，说明你至关重要。大京是你的故土，济南城有许多无辜的百姓，你为何要背叛家国？
安宁，只要你能好好听我的，我定能保你性命无虞，你以后照样能享荣华富贵。怎么样？将军，冷护卫说您突染时疾，需闭门静养，我专门为您准备了安神香。将军，将军。真让我恶心！冥顽不化。参见陛下。平身。洛清，你先说。臣此次前来，是受帝子元所托，时间紧急，他远在靖南，不便亲自觐见。呈上来。恳请陛下准许帝子元带领安乐寨穿越疆土，北上御敌。陛下，帝家从未谋反，臣也相信帝家对大晋的忠诚也从未改变。既然靖南是大晋的疆土，那么安乐寨也是陛下的军队。陛下，臣也以为安乐寨应当出兵。说来听听。目前边境战况紧急，兵力不足，安乐寨作战经验丰富，可以充当先锋。臣不仅想请陛下应允安乐寨出兵，臣还想请陛下准许臣亲自带兵出征，驻守均县城。那怎么行？你是当朝太子，怎能身临险境？原因有三：一，目前的情况来不及召集朝廷重臣仔细规划部署；二，自忠义侯死后，朝堂上未能有一任大将能统帅大晋各势力军营，臣亲自带兵出征，可以避免届时军令不达、自乱阵脚的情况发生。三，均县城乃我大晋支援的咽喉之地，援兵和粮草皆会在此集结。臣作为大晋储君亲自坐镇，更具号召力，也更能稳定军心。洛清，你先退下吧。是。可你想过没有？你可是朕唯一的儿子。
还有，太子寒夜将亲自挂帅，出征西北。小姐，猜到了。我在靖南都要出征西北，他作为大靖的太子，必然会身先士卒。小姐，咱们好不容易才从京城这趟浑水里出来，何必再踏进去呢？我明白你的顾虑，但是你放心，我自有考量。这一战，我会带着帝家军的遗孤前去，与韩家合心协力，一起对抗北秦。诚然，前路未卜，天下汹汹，可是我们依然还是帝家军的儿女。我们的先辈曾在这土地上倾注过毕生的心血，为的就是天下太平，百姓长安。莫霜一死，加剧北秦危机。如今大靖西北边防只剩下青南与均县2城，青南尚且还有一战之力。如果青南破了，大靖便只有亡国一途。大靖灭了，晋南哪还能独善其身？此次一战，我既是为国，也是为家。小姐，你放心，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，也别丢下我。你们俩不怕死，便随我来。但此次出兵，我其实是带有私心的。安宁是我此生的挚友，如今他独木难支，我自不能袖手旁观。还有寒夜，他们2人在我生命中留下的痕迹实在是太重，我割舍不下，也忘却不了。子言，你我一别，竟将与乱世重逢。往后你我之间，韩帝2家之间，不知会何去何从。冷大人，近日一直未曾看见将军出来巡视，饭菜也都是由您亲自端进去的，不知将军是否身体不适啊？将军身体一切正常，只是他近来都一直在看线报。属下之前呈报过一些关于细作的消息，但一直未曾得到回复。今日我有些新的想法，需要跟将军面谈。将军刚才已经睡下了。他说了，没有他的允许，任何人不能擅自入内，否则按违抗军令处置。就不该让你知道我的住所，我这点好茶又要被你喝光了。这批次的茶更加浓香纯正。我申走了。我何时说要送你了？不白喝你的。知道你喝药怕苦，一物换一物。这一盒蜜饯换我一盒好茶，这就是你的君子之风。身边有个蛮不讲理的任安乐，还有个狐狸心肠的你，我这君子啊，很难不是近墨者黑啊。怪我了。这花苞湛蓝如玉，清雅俊丽，想必盛开之后也是极美的。这是我为子园种的长丝花。长丝花在靖南就极其罕见，到了京城更是难种。还是你做的事情最合子园的心意。与你比起来，我送到岱山上的那些礼物，
那是更加一厢情愿了。海燕，紫妍的安危我守护了10年，她此次奔赴战场，如果她有什么闪失，我定不会饶了你。你放心，我定会以性命相护。只是，我若是在战场上殒命了，也请你继续守护紫妍。你也不能死。你若死了，我这些茶叶不得白白浪费了吗？